要跟刚认识的老哥告别了。我们留了一个微信，到时候联系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号星期四，6月开始了啊！儿童节哈，小朋友们节日快乐！今天有课表了，今天是强度日，2公里的热身之后是15组，2分钟快，1分钟慢，之后再2公里冷身，之后再看距离吧。我一般这种课表就是最后不是说它冷身结束就结束了，看总距离大概多少。2分钟的快，课表定的是大概我的96%的阈值功率。对，我这儿训练都是看功率，不看配速。有的时候其实各种的起伏的路面，或者是说像你用 Stride， 我还是建议大家看功率去训练，这样更准确能反馈你的输出。今天穿了2代的 Alpha Fly， 一般这种就是2公里的热身，对这种强度来说有点短，这都已经快2公里了，所以这15组也会从慢到快，一般就是你最后几组能顶下来就好。你们看这个大阪的大坡，这条路一直是一个上坡，这大概得有5%的坡了，6%了可能都得有。我还有380米。今天给大家拍训练，我还没想好聊什么。今天是我所谓的夏训第1天，但是这边真是还挺凉快。但是按说这儿的地理位置到夏天应该不会太凉快。行，我专心上完这坡，咱们就开始，加油干！第1组结束，第1组跑了还行，对我来说现在就是253以上的功率就达标。然后中间这一组间隔1分钟就随便跑。
2分钟是个不长不短的时间。2分钟的感觉就是最后的半分钟会有一些疲劳了。如果是1分钟呢，基本上就努力冲就好。又一组，心率172，达到标准。但是其实我不怎么看心率的，这个一会儿跟大家简单聊2句吧。好像不是253，是256，一会儿看一眼。我还是喜欢这种按时间的间歇，因为这样的话有倒数提示，让自己心里感觉也比较稳妥，而且有那种这2分钟我要冲多少米那种小感觉。刚才一截图把表按暂停了，这组时间长一点。
3组了，差不多每一组都是将近600米。这回咱们就拍到几乎没电啊。又一组啊，差不多没电了，一会儿再拍，一会儿再拍。小伙伴们还有最后2组。刚才看见2个跑友打招呼，问我是中国人吗？听说话不像是中文，但是就不像是母语。看不知道一会儿还能不能碰见，因为我那一组开始了就跟人家道别了，他们好像从那儿拐过去了。咱们就正常跑吧，有缘再见。
一组，还有最后一组。说实话，倒数第2组有点猛。科学上说不应该这样，应该最后一组用尽全力。但是那次我分享过我的心理调节，我喜欢这样。我没记住，可能就是最前面穿红衣服那个人。但是如果我们跟着他跑，最后一组就要绕那个环岛。不过他们如果也这方向，应该我跑完这组正好超过他们。就这样吧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绕环岛就绕环岛。还有几秒。您好，我这是最后一组，就这老哥。有点没劲儿了。还行啊，跑了580多米，是这15组里最长的之一。有几组是580，一直没有到590。咱们掉头看看能不能碰见那老哥。刚才说了一半，我就加速了，很抱歉。他如果不是中国人，可能都没有听清我打招呼的话。问问他能不能出镜。哎，你好。没有，我现在在拍个小视频，您介意吗？我知道这个你是网红的，我不是网红，就是记录者。到这边今天是整整4个月。做什么？做 IT 软件开发。这是中国公司？对的。哦。因为我们工作环境大部分也是讲中文，我不是很长时间在这儿。就在哪里啊？就在松屋町，马苏亚马西。妈。哎，2 kilometers。你练习这个越保健吗？广州的。我是跑马拉松。知道。我也跑马拉松的。你应该2个小时40分左右嘛？2个小时44分钟，最好成绩。现在年纪多大？38岁。哦，还年轻啊！我今年的马拉松2个小时52分。哦，但是现在59岁。是2月份的 Osaka 马拉松吗？
大阪马拉松2个小时52分。跟这个北京米兹诺的王先生，这个我给他这个营养的，他那时候2个小时25分左右。对，他好像有一些问题那天。对。那天我在霓虹大西那儿在加油。你没跑的？我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2月1号到的这儿，之前没有计划。对，但是我去了 Tokyo。Tokyo 我也跑了。我跑了2小时47。我54分。真的厉害，我到您这个年纪不一定可以。那这个东京马拉松是我是4级出发的。所以人太多。我也是 C。所以这个速度不够。您的中文讲的真棒。因为我在中国已经16年。哇！做面料。在哪个城市？南东。我的日文还很初级，几乎是不太能，就是聊天，但是像买东西这种勉强可以。你贵姓？我免贵，我姓李。李这个。对，上面一个木头的木，底下一个孩子的子。对。您是总在这儿跑步吗？对。昨天晚上在这里有练习过6公里快走的。了不起。上个星期天我跑了这个北方的马拉松。黑布美水马拉松。太热了，34度。现在中国也特别热，您要去的那几个城市都在35度以上。对。这儿还很凉快。你现在没有手机的？有的。如果您不介意。微信。没问题。但是我没有这个 WiFi， 所以可以。你。6月1号清晨6点44训练结束啊，一共17公里。今天就不报平均的配速什么的了，因为没有意义。今天是个课表，2公里的热身之后是2分钟快、1分钟慢的变速跑，一共15组。快的2分钟，功率要求只要大于256就可以，对我来说。但是我跑的比较顶，大概都在3分30多左右吧配速，然后功率在260到270。然后1分钟慢差不多就是4分40到5分之间。然后特别的有意思的就是看那位老哥穿了一个中国国旗的 T 恤，然后我以为是在这边的华人，但是我在跑间歇嘛，可能就看了几眼，然后老哥可能也感觉出来我能看懂，然后在我有一组大概是第13组开始之前10多秒，正好跑过他们边上，然后他打了个招呼说你是中国人吗？是，我说，然后你在哪儿？我说我从北京来，等等，然后说了几句，我说我的下一组间歇开始了，我说还比较快，我一听他说话，我感觉好像不是母语是中文的，应该是这边，应该是日本人，然后我就跑走了。之后我最后一个折返折回来追上他，聊了这么一路，真的很意外，老哥50多岁了，今年的大阪马拉松跑了2小时50多，哇！然后说在中国生活了10多年，才回来，说回来以后越来越瘦，说这边菜的油太少了，说吃很多也没事儿。老哥是挺瘦的，说也是减肥，一开始48岁才开始跑步。他说他48岁开始跑步的时候210斤，所以小伙伴们没有什么成绩或者是现有的东西是坐在那儿就能来的，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。你们想，48岁210斤的中年男性开始跑步变成这样，现在50多岁，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，是多么难的一个事情，真的，这个想一想就能理解。20多岁小伙子想干这些事儿，还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疼呢，对不对？行吧，
抒发一下感情，回去等老哥加我微信。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然后在大本城应该总能碰见他。他说他看见我3回了，没有太大的注意。那行，那加油干啊！不寻常的一天，咱们明天再见。